嗱，呢個的士同埋網約車 Uber 呢個爭執終於告一段落，北京開咗聲。咁喺呢條片呢，我就將成件事嘅來龍去脈講俾你聽。成件事喺晒我嘅心中，我記得㗎，而且我再揾下資料。你見到網度呢，我真係想比較下嗰個做事嘅差別，因為我本來我識啦，街道啲人呢，就只係呢痛罵，識得痛罵的士佬，係冇將成件事嘅源流理據講俾大家聽嘅。我係話你聽完我呢一條片講北京講網約車呢個問題，同人哋嗰啲片比較下，你就會明顯見到個分別。呢個好抵嘅呢隻嘢，因為佢有240粒 Q10，你赴美，你上網 search 下 Q10 赴美嘅功能，你就知道呢樣嘢係非常重要嘅，係增進你嘅呢個粒線體嘅活力，即係你身體嗰個精力嘅源流。仲有呢隻果汁好多人買喎，會員1盒9折，第二盒7折。呢一個佢係咁嘅，佢係2份紅蘿蔔，一份椰菜，2份蘋果，佢一條條嘅，咁啊好方便喎，你帶出去，你買一條，你拎一條吸咗佢又得，開水又得。14包118蚊，第一盒9折，第二盒7折，好抵。好啦，中央關注的士同埋網約車之爭，因為早一輪的士又出嚟恐嚇，就係話要罷駛而且咧佢哋又要香港政府咧500萬買翻佢哋個的士牌。當然好多人都謾罵的士佬啦，呢個係終於講出8個字出嚟必須站在人民一邊，即係咧以人民嘅利益為先。咁人民嘅利益咧就多啲網約車嘅着數啦，又平啲。唔要打破既有嘅利益嘅泛濫，即係咧的士佬係一種 established interest， 佢哋就反對任何嘅改變。北京話特區政府你做乜 Q 嘢？Uber 嚟咗香港咧，將近10年，你究竟係點樣去處理嘅咧？嗱，我將成件事嘅來龍去脈講俾大家聽。大約嘅網約車嘅管理規矩咧，就係個司機咧係要筆試，司機本來駕駛執照之外咧，另外有筆試，車輛驗車、交通安全，有第3步係有營運牌照嘅。即係咧，佢咧係會發牌俾你哋嘅。咁呢個發牌數量幾多咧就冇講，但係我要話俾你聽，營運車咧呢啲咁嘅網約車，一發嘅數量咧就好大嘅，好大嘅。首先，於是呢啲網約車透過 Uber 同埋未來嘅滴滴出行咧，你就用個 app 咧就可以叫到車咯。其實咧，你而家日日喺香港都叫到車喎，呢個係，但係咧佢係犯法嘅。好啦，嗰啲的士司機贊成網約車發牌，發咗牌咧，佢哋去揸網約車，有效規管市場，杜絕白牌車。喂，佢哋唔知道咧，的士仲係有個專利嘅。其實的士咧就喺街截停嘅咧，你只能夠截停架的士啊，你唔能夠截停架 Uber 你一定要叫。發牌數唔過萬就有利的士啦。你發夢啦！香港係15000幾個的士牌，18000個的士牌，起碼發10萬個網約車牌。原本有的士牌嘅人當然係好大鑊啦。的士司機點解你早啲唔轉業呢？我問你喂，你求其買一架呢一個豐田嘅油電兩用車，你就可以做網約車噶咯。嗰啲係好老唔識得轉業嘅人。網約車乘客梗係好事啦，對的士司機比較公平喎。呢個角度係點樣叫比較公平？因為佢都要發牌，但佢嘅角度就係
的士成日嘥氣啦，對的士司機唔着數，的士係會被淘汰，的士牌跌得好慘嘅。的士呢個的士司機就影響生計，發牌會加劇競爭，佢變咗係合法嘅，佢係合法嘅。咁呢個呢，就係乘客有更大嘅信心嘅。同埋我話俾你聽，我可以話俾你聽，滴滴出行同埋大陸幾個新牌子立即落嚟香港全面鋪開，而且補貼好多錢去打個市場，的士滅亡無日。好啦，香港的士牌幾多呢？嗱，香港的士牌有3種，市區的士15000個，紅的、綠的，新界的士同大嶼山的士75個。香港規定咁呢，如果你收錢載客呢，係犯法嘅。而家呢就有2種牌，一種牌就叫的士牌，一種牌呢就叫做紅牌。紅牌呢就出租車隊，出租車隊呢係發好少牌嘅。你要申請到呢一個紅牌呢，其實呢你就一定要經營個車隊，只係大型酒店即係連鎖、機場車隊可以獲得紅牌許可，個人同中小車行冇嘅。其實呢好少嘅，能夠合法地載客嘅只係得你2種。嗱，我要講翻歷史嘅由來。歷史嘅由來呢，初有車嗰時呢，就梗係嗰啲友就係即係亂咁載客啦。咁嗰啲呢就變咗白牌。咁後來呢就要監管，監管呢就定咗呢套制度出嚟，好啦，的士牌照呢，以前呢就唔稀罕噶嘛。港英政府係直接拍賣俾啲的士公司，的士公司要幾多牌，政府賣俾佢。1964年開始要公開呢啲嘢，唔可以私相授受。喂，以前我識得個運輸師，佢就發幾個牌俾我，我咪發大達咯。64年開始招標拍賣，任何人都可以拍賣。嗱，開始其實嗰套制度係咁樣嚟嘅。我先講個原理俾大家聽先。香港需要的士，但係唔可以無限量咁多的士。佢有2種方法，一種呢就係你 qualify 嘅車 ，qualify 嘅司機，我就俾個牌你。咁整出好多的士，佢哋覺得呢好多的士呢就會阻塞道路喎。於是，我放一啲，放到個的士數量大致上供應到市場嘅需求。咁但係如果係放 limited number 嘅的士，應該俾邊個呢？咁1964年嚟講，最合理就係價高者得，任何人都可以買。1947年329架，1948年344架，1957年697架，1959年800幾架，1960年1000架，2000幾架。我已識知道啦，嗰陣時拍賣，嗰陣時我已經係16歲，睇住的士牌拍賣3600幾個，4700幾架增加到呢個係佢係講嘅增加數目，6000幾架，1981年11000架，1984年佢久唔久就放100幾十架出嚟。最初嗰個標價係4萬蚊，最高係17萬。喂，17萬架的士牌喎，佢拍翻嚟俾咗錢政府喎。17萬差唔多一層樓嘅價錢嚟喎，如果70幾年嗰時咧，12萬一間太古城喎。90年代唔再發啦，全面停發，維持咗死咗喺呢條數上。嗰陣時嘅港英政府認為香港要靠公共交通工具，於是就抑制私家車。凡係私家車咧，首次登記稅咧要80%，因為唔想你哋揸車。同樣係唔想你坐的士，你哋應該坐公共交通工具，即係地鐵、巴士同埋小巴。個運用率咧係高好多。咁的士咧係對路面嘅使用咧，佢認為係唔 efficient 嘅，所以就 keep 咗18100幾架凍結咗喺度。好啦，嗰啲的士牌係邊個持有嘅呢？
59% 牌係一個人持有嘅，但係駕駛員中咧，只係得28% 係自雇，其他7成係租車牌，即係要俾呢個車租嘅，或者受雇於車行。大概59% 係呢個係嗰個係個人擁有。個人擁有嗰個嘢揸唔揸車咧？咁你知咧，一架的士咧就有2班啊嘛，59% 自己度有，佢至多揸1班，所以至多係28% 自雇，28% double 係咪56啊？有啲車主冇揸，其實就咁解。其餘嗰啲要俾個車租，嗰個車租咧就睇下你賺幾多生意幾多錢啦。每日就係睇個標嘅收入嚇，咁個標嘅收入咧多嗰時咧就1000幾蚊，咁你咧就要除咗有錢，一抄牌咧就大鑊啦。呢個就係呢一個就維修保養，然後咧你就納個租，個租咧係幾百蚊一間咁上下。呢個租嘅高低其實就係決定咗個車牌價值嘅高低。咁呢啲車牌咧，59% 咧都係嗰啲自己揸車嘅人擁有嘅。其實車同車行做乜嘢咧？銀行車行借錢俾人買的士牌，車行咧就 finance， 即銀行借唔到咁高嘛，車行就借到你90%，你咧就編入佢嘅車隊入邊，佢又幫，如果你又可以幫你揾司機幫你跑嗰啲更數咯。然後佢幫你維修保養啲汽車，賺你啲錢，降低入門門檻，加重債務負擔，去到90%嘅嗰啲人就死供一架車。好啦，嗱，10大車行持有都係2000幾架車啫，呢度都係呢個最大㗎啦。泰和600幾架，呢個300幾架，即係唔會太多嘅。你發現咧，佢哋係傾向最好你自己經營。因為咧係難以管理嘅。嗱，的士牌，因此咧嗰個車租，因為的士牌唔再供應，個的士牌咧就隨住個的士落標價越嚟越貴咧，嗰個車租越嚟越貴咧，嗰個牌咧就越嚟越貴。去到2015年，紅的去到723蚊，2015年係巔峰，不停下跌，最近係跌破咗200萬，7成半係負資產啦。但係有 personal guarantee 嘅，嗰啲車主好大鑊，一路跌落嚟，佢哋覺得差唔多啦啩，我去兜，係連跌咗10年嚇，連跌咗10年。好啦，嗱，我再講大家聽。咁 Uber 嚟到係點咧 ？Uber 係犯法嘅喎，無牌載客。但係咧，佢又淨係話你無牌載客收錢就犯法啦。係咪可以拉個平台介紹人？可唔可以拉咧？派單可唔可以拉咧？共享經濟模式咧，原理上係犯法，但係咧，佢去告你呃咧，你冇現金收喎。以前咧捉白擺車咧，你收現金咪立即告 Q 你咯。而家唔係喎，過咗戶喺海外喎，你點告啊？特區政府一有 Uber， 佢就嘗試去告 Uber， 因為啲的士司機嘈得好緊要。但係佢發現咧，舉證好困難。你知香港到司法制度，你要揾到嗰個嘢點樣上網訂，你嘅告唔告到 Uber 咧 ？Uber 你淨係嗰個法例咧，淨係告嗰個收錢嗰條友，收錢嗰條友咧就係個司機，但係個司機咧你又見唔到佢收現金，哇！搞咗1年一單嘢咧，使成100幾萬，特區政府先至告到一條友，告咗10幾條友咧，特區政府投降啦，唔告得 Uber， 而且市民係贊成 Uber， 佢得唔到市民嘅支持。咁點解唔將網約車合法化呢？因為將網約車合法化呢，就輪到嗰啲的士牌主出嚟示威喎。
咁結果點呢？喺過去10年 ，Uber 係犯法又唔拉喎，佢不停喺度經營喎，而佢嘅服務收錢都好過的士，於是就令到的士牌無限量下跌。佢哋呢唔敢又，既然拉唔到 Uber 又告，又唔敢網約車合法化，因為嗱，我再講個法律俾大家聽，我係主張作出某種情形嘅賠償俾呢個的士司機，因為個的士司機投個的士牌或者買個的士牌嗰時呢，其實係有個合理期待，因為政府係唔會出咁多牌俾其他嘅人，呢個就係只係出有限度嘅的士牌，紅牌係唔出。即係如果你再出幾倍嘅車出嚟呢，我當日就唔會買個的士喎。嗱，呢個叫做公共政策上嘅合理期待。呢個呢，法國呢，嗱，我睇下外國呢就有打官司嘅呢啲嘢，因為當初的士係個壟斷，而佢係俾咗個代價，你唔好理佢。佢當日呢，政府係有一個合理期待俾佢嘅，因此呢，呢班人呢又支持政府嘅。2014、2019。喂，我支持政府喎，我愛國愛港喎。一有咩事呢，佢哋出嚟示威，政府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就係隻眼開隻眼閉，有得網約車係明明係不合法，而係日日喺度經營緊，而的士一日一日衰退落去。佢哋係團結嘅嗰啲的士牌，隨時可以發動示威，政府怕咗佢。唔敢合法化，但係咧就餓死佢哋收場。Uber 司機好多兼職，數量龐大，冇集中管理嘅機制，難以舉證。取締係要嘥好多錢嘅，呢個係好啦。呢個的士佬係政府唔承認，政府偏幫的士界。政府係咪偏幫的士界？政府偏幫的士界就係唔俾網約車合法化，但係咧係諗各種方法，譬如叫佢組織的士車隊啊，每條都係屎橋嚟嘅。葉劉叱咤的士發牌制係港英留下嘅怪胎，葉劉係完全唔識經濟學。你唔係用咁嘅方法，你用乜嘢方法呢？全世界都唔可以無限量發的士牌嘅，呢個就係好啦。我哋睇下外國係點。倫敦 Uber 2013年獲牌，佢係咁嘅。要通過背景審查、車檢專業考試，喺嚴格監管下，佢定一某定嘅數量，同傳統黑的並存。巴黎咧初期 Uber Pop 係違規嘅，要賠償，打咗官司㗎。後期同本地的士工作合作，的士司機咧可以並入個 app 度。好啦，澳洲就好似香港嘅 situation。Uber 2012年引入。2019年又係900千嘅的士牌主同司機起訴 Uber 搶佢哋嘅生意，有損的士牌照價值。澳洲嘅情況最似香港啦，未有明文監管網約車喎，又同樣呢用牌照買賣監管的士嘅數量，引嚟嗰啲持有牌主嘅強烈不滿。我都話公共政策係有所謂嘅合理期待喎。你呢就係你可以間中發多1000幾百個牌嚟到 adjust， 但係呢你就唔可以發幾萬個牌，係應該適當地加以賠償喎。呢個就係我嘅建議。其實呢就係網約車呢，其實呢就係譬如話每架車唔係好多錢啫，收1-2千蚊咁樣，咁呢就攤俾嗰啲的士司機，10年後呢就冇啦。就係咁樣嘅，攤俾的士牌主，件事呢就一早 settle 咗。香港譬如有幾萬架呢一個網約車咁，你如果係一架網約車係1萬蚊咁一年，咪5000蚊咧，咁就7000萬。7000萬呢，每架每個牌呢就有幾千蚊津貼一年，10年，然後 diminishing。Uber 結果俾2.718億澳元，
13億和解，跟住就改例啦，準網約車平台合法經營，呢個就係嗱，我哋睇下結果有幾多網約車呢？點解網約車數量一定好大呢？就因為網約車呢，佢就冇規定你會日夜開工喎，佢同的士唔同，的士有個牌照費喺度，買咗個牌，佢盡量經營啊。網約車唔係喎，佢加入又得，退出又得，架車翻咗屋企唔揸又得。美國網約車已經網約車又唔再發牌啦，的士13000幾架，好似香港咁嘅數量，網約車8萬幾架，6倍啊！人口800幾萬啫，同香港差唔多。網約車應對人口比例係1對100，100個人一架網約車。香港應該有7萬架，新加坡13000架的士，啱啊！佢嘅人口比香港嚟講，網約車數量59000幾架，人口600萬，1對100，嗱冚唪唥都係1對100嘅。深圳21000，12600，1700幾，1對142。Glasgow 1200對3000，1對100幾，呢條數大約啱㗎啦。香港呢就18000架的士，網約車大約3萬，因為係非法嘅，1對251，其實就係咁。Uber 嘅全球總裁話難得機會，香港能唔能夠再次引領國際呢？係因勤守舊啊，還是錯過黃金機遇呢？嗱，我可以話俾你聽，一合法化咗，香港人發達咯，滴滴出能落嚟，同埋大陸仲有幾個新興品牌搶嗰啲司機，一定送行程俾你，好平，有一段時期嚟到爭奪的士同 Uber 呢個嘅生意。的士一路負面，我話俾你聽，的士係如果一出咧，香港的士面對滅亡。的士平均67歲，我5年前坐咗的士咧，都70歲以上嘅，態度惡劣啊！喂，仲有冇評分機制？冇評分機制嗰個嘢點解要態度啊 ？Uber 嘅司機態度好啲，因為有評分機制。所以你截咗架的士呢，啲的士成日都好污糟嘅，喺台灣就係冇動態定價，係死嘅個價錢。於是有啲人有啲行程佢想去，有啲唔想去。Uber 嘅好處呢，網約車呢係動態定價嚟到調節個供需。於是呢，佢哋就靠電約打電話叫的士啊嘛。如果喺香港個前面擺6、7架的士喺度，你就驚過佢，一聽下呢個聽下，容易撞車，呢個係事故風險。市民對的士服務10大負評，的士冇禮貌、排放廢氣，呢一個係唔幫人協助擺輪椅，呢個截的士成日唔搭，佢再兜路濫收車資，輪候時間長，的士站。的士唔遵守交通規則，的士唔使用兜路，呢個係唔知目的地。我要話俾你聽，呢個係令我痛心疾首嘅。40年前我話香港的士司機咁叻嘅，全世界的士司機呢，尤其是大陸的士司機先激死你，唔識路啊！台灣的士司機唔識路，香港的士司機完全準確送到你去目的地嘅。但係呢10年水準大跌。香港的士司機對內地人態度差，唔係對本地人都係咁差。琴晚坐的士翻去第一個一口價嗰陣時咧，就成日唔肯過海啊！嗰陣時我嗰時半夜搭的士睇完午夜場就要去嗰啲站度啊！如果唔係佢唔肯過海，我哋冇理佢。另一個打標30塊，呢啲亂宰客嘅的士佬敗壞香港嘅路人緣，以後冇事唔會去呢個。報警呢條友呢個報警，從博覽會打車去東薈城3.5公里10分鐘，現金80同1000蚊面額，跳到80嘅時候呢，有冇得找佢？有得找。到咗之後，佢攞錢落車，我記一記個車牌號碼係135蚊，點錢嗰時呢，俾少100，仲一張10蚊嘅澳門幣，於是報警。
唔知點呢個就係翻嚟嗰時咧 Uber 咧只係62蚊，佢135蚊即係咧呢個就係，但係 Uber 咧都有個問題嘅，Uber 啲司機咧都唔熟路喎，成日嗰啲同埋的士司機都係送唔到你去應要嘅目的地，求其去到附近咧就掟低你嘅，呢個係兩邊都有嘅問題。我老婆唔中意坐的士㗎，喺台灣係要坐 Uber 㗎，因為啲的士好污糟嘅話。的士大王嘅太子女話：復界替步差鄭敏儀小姐，我自己都身受其害，駕車又唔乾淨，希望可以改善管理。嗱，聽完呢條片，你係咪覺得我對於的士嘅歷史點解咁樣形成？呢個而家點解佢哋有個合理期待？點解炒牌？點解網約車一路喺呢個灰色地帶，既違法又唔告佢，作出個合理嘅解釋啊？呢個就係我哋嘅長處啦，就係我嘅長處啦，好嘛 ？OK， 網約車合法化已成定局啦，呢個月交規格，喂，發牌唔會無限，發到8萬啊、10萬啊，唔會無限，發到10萬你醫死啦！的士如果再咁抗議，再咁威脅罷駛咧，國安就上門揾你啦，觸犯國家安全呢個大案。冇聲出，的士牌跌到幾十萬。好啦 ，Patreon 琴日出咗個討論 circle 嘅，我哋增強服務。我寫咗7000字關於 Tesla， 我講咗我嘅睇法，你真係要上去睇。如果你任何買 Tesla 嘅人，我係綜合晒街道所有講 Tesla 嘅研究報告。其實我由最樂觀嘅410蚊。到最悲觀嘅110蚊嗰啲報告我都睇過，我仲加咗啲我自己嘅研究落去，係所有報告都冇嘅，就係對於佢嗰個 energy reservation 能源儲存計劃會係因為鋰電池受幾大打擊 ，carbon credit 受幾大打擊，然後我客觀地將佢嗰個自動駕駛計劃同 Waymo 比較，我話覺得 Tesla 係贏晒。但係咧，就所有人都冇講到，佢而家同 Donald Trump 反面，最大嘅危機喺邊度？嗱，今日我又出一篇喺隻好熱門嘅股票講 Robinhood， 仲有呢個10月咧就有呢個每日交易盤前都會話俾你聽，迷米財經報告每個禮拜一篇，50蚊就多嘢咯，就係我而家講緊。我喺 Interactive Broker 個 account 一有買賣就話俾你聽，我嘅投資報告每個禮拜一篇，投資哲學第3講係講咗2講，呢個禮拜日第3講有10幾講，印度投資研究講咗2個禮拜，聽日第3講，點解買印度股票同埋買乜嘢股票，任何新嘅股票。同埋熱門炒嘅股票，每個禮拜有2-3篇，簡單話俾你聽，呢隻股票點解炒緊？迷米財經觀察，每逢交易日中午及傍晚都會話俾你聽，開市前你留意嘅股票有咩重要嘢？緊急消息，哇！呢個好犀利，呢個值錢，我個緊急消息係有咩重要嘢嗰陣時咧，我就立即通知你嘅。我停止買乜嘢股票，乜嘢要小心。譬如呢一個係我個緊急消息我咪通知人撳住人唔好買 Tesla， 或者嗰日呢個 TEM 跌到52蚊，我話一定 V 型反彈咯。呢啲一個緊急消息咧，就幫你慳好多錢㗎。而家有個特派專員同你哋互動你哋問佢問題，佢係盡量答你。我哋係 subscribe 咗嘅。點樣找尋已發布嘅文章？去蕭若元説作品系列嗰度呢個有個 Killer 係喺50蚊聊天室，我哋 subscribe 咗一啲財經頻道。如果你哋冇 subscribe， 有乜嘢專業問題問佢咧，佢立即幫你搜索答你。佢係負責答股票嘅問題嘅。我間中都會嚟同你傾嘅，呢個係你右上方信件 icon 咧，可以收到即時通訊，我好快通知你嘅。呢個就係
而家呢個月我生日嚇，你無論係10蚊、50蚊，你俾年費呢都係8折。過咗呢個月呢就唔會有。仲有我再慎重啲同大家講，我大家知我7月20號生日啊，咁呢就係今次好特別喎，係19年來第一次新舊歷同時生日。呢個係咪得意呢？19年一次，我會解釋呢條數俾大家聽嘅。聽日咁呢，今年嘅生日呢，我話俾大家聽，我係決定減一條片。你唔可以做到100歲都咁多條片㗎。而家做4條片呢，對我有啲壓力，我會減做3條片，但我希望可以做得好啲咯。咁然後呢個76歲、77歲又減一條變2條，78歲剩翻1條。咁剩翻1條呢，就做到呢。我覺得你哋唔想聽啦，我冇興趣啦，或者我自己冇辦法有新嘢講啦，或者我真係變咗老糊塗啦，咁就開始就假期唔做，就淨係做星期1至5，放假就唔做，睇可以做幾多年咯。呢個係我應承你哋嘅，好嘛？